小爷離了本家，咱就把这全都破。妈，姐她疯了！你个不孝子，上边发疯去，别伤了姐姐。哎，法力怎么变弱了？既然人间历练，便不可依赖法术，每次用好必会发生。这项圈会是你的封印。小子，就把人给我下来啊！完成以后，封印自可解除。你就听我的，早点把秦牛送到寺庙里去。他生下来就跟咱秦家八字不合，如果再不送走，咱们全家都得被他克死。看看子月这脸上的伤，都是那个扫把星弄的。这亲兄弟还敢下死手，老爷，这孩子不可留啊！爸，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我前2天偶然间看见秦岩，他面色惨白，身体瘦弱，实在不像能欺负子月的样子。误会什么误会？我全程都在旁边，就是那个白眼狼动的手。如果你们真要坚持的话，那就把小妍送走吧。是谁要把我送走啊？把你打入凡胎，直至你懂得什么是礼义廉耻、孝悌忠信。不懂，难道还不会演吗？爹，您之前教过我们，百善孝为先，可孝的前提是父母得要乖子。可我看到的是，他们是非不分，虐待亲子，简直枉为人父。啊！你打小妍了？爸，谁跟这个不孝子接近都会沾染霉运的，我们怎么敢啊？他们不仅动辄打骂，逼我吹狗屎，要不是小妍，我不是靠着毅力坚持下去，可能以后就再也见不到爷爷了。做人真麻煩。放肆！你还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？爷爷，既然爸妈嫌就是再行，就自甘情愿的换我。既然爸媽嫌就是再行，就自甘情願的換我。從前小妍在人前總是低着頭，唯唯諾諾，不敢說話。今天竟然能這般有理有據，語字鏗鏘，不愧是我秦谷山的孫子，是個可塑之才呀。哥哥，你以後想要什麼我都給你，但是你不要嫌棄爸爸媽媽呀。看看你弟弟，再看看你，你要是不想認我們，就趕快滾出秦家。我們秦家可容不下你這個掃把星。當初生你的時候就被你克得差點難產死掉，你不知感恩，居然還想斷絕關係。我看你真是中邪了，就該把你送出去超度。哎呀，老爺，這孩子不可留啊！既然所有人都介意我的存在，就恕孫兒把這位爺爺盡孝了，所有客人3個頭，拿下爺爺養人之恩後，便自行離開。3、2、1，夠了！小妍可是你們的親兒子，您不說仔細教養、親力親為，卻要把他趕出家門，你有沒有拿他當你們的親生骨肉啊？子月被你養得白胖乾淨，可小妍呢？連身像樣的衣服都沒有啊！小妍，你告訴爺爺，
想让誰當你的母親呢？我想讓她當我的母親。我想讓她當我的母親。娘替我在天界受罰，我無能為力。但這凡間的女人卻跟她長得一樣，我定要護她周全。小妍啊，你與姑姑從未走動，為什麼突然選她呀？因為她像《說夢》裡的母親，小兒一直都羨慕別人有那麼溫柔的母親。是我對這個孩子疏忽太久。你還真會選啊，選了這麼個廢物當媽。你說你啊，挑誰不好，居然挑一個沒生過孩子。他那般軟弱無能，怕是連自己都照顧不好，更別說照顧你了。小娘，你姑姑從未生育，她的性格又比较懦弱，可能她不太適合帶孩子。没事，她不適合帶孩子，帶她也行。还你带她，她还要這麼個媽，到時候你可別後悔，哭着求我們把你認回來。我絕不後悔。願意做我母親嗎？這孩子跟我當年一樣可憐，可惜那時候無人護我，現在只有我能護他。香香連自己都照顧不好，真的能照顧好小妍嗎？想問什麼就問。你為什麼選我呀？你不該選我的，我給不了你任何幫助，可能還會拖累你。想想就想了唄。放心，我會好好照顧你的。這孩子自己都吃不飽穿不暖，居然還關心我。你一定吃了很多苦吧？哎呀，那都算什麼？小爺爺以後有的是機會把這些都討回來。你有什麼想買的東西嗎？雖然我的錢不多，但是只要你喜歡，我一定竭盡所能，努力賺錢買給你。賺錢？沒聽錯吧？什麼秦家大小姐還需要自己賺錢？乡下人土包子，我才不要跟你在一起吃飯！一股子窮酸味兒，臭死！以後啊，我只配吃這些。可是爸爸不是說，以後我們就是一家人了嗎？哎呀，媽說了，她是忍着惡心才把你認上，不然以你這種身份，給你個提鞋都不。哦，對了，爸還說，如果你以後再敢上秦家的餐桌，那就把你那個媽的骨頭給掏出來，養活。还不快滚远點！秦家徒弟永遠沒有你的一席之地，滾！我在外面流浪了20多年，雖然3年前被認回，但是我感覺爸爸、弟弟還有繼母他們好像不太喜歡我，所以我只有降低存在感，我靠自己賺錢才能勉強維持生計。這老頭看起來也不像無情無義之人啊，此處必有蹊蹺。那個嘛，你看，你別請給我買東西，你還是先把這身衣服換了吧，這顏色，這樣式，太土了。太土了。不好看嗎？
这些可是我弟妹专门给我选的，她说是什么国宝级的设计师款，可贵了。什么国宝级设计师啊，完全是乞丐审美，被人坑了，还要帮人数钱，看来这委屈还得小叶帮他讨回来。不是不好看，是很丑。那个，说了多少次了，厕所的卫生要好好打扫。刚才我看见地上落了根头发，你是不是又偷懒了？刘妈，我把小爷安顿好，马上就去打扫。哟，喊你一声大小姐，你当你真是大小姐了？山鸡就是山鸡，换个地方也改不掉你身上的这股穷酸劲儿。那工具我都已经给你準備好了，別磨叽了。怎麼還讓我請你啊？醜死了！一把老骨頭，嗓門還那麼大。你媽沒教過你什麼叫主子，什麼叫奴才嗎？主子，哼，我呸！他不過就是一個鄉下來的下等人，就算他是老爺親生的，又能怎麼樣？還不是上不了台面。這以後，大少爺繼承了秦家，高興了給他口飯吃，不高興逐他出門。小爺沒事的，只是打掃而已。那個，我媽，你別生氣，我現在就打掃，現在就掃，哈，馬上掃。能不能跟我媽長得一張臉，性格就和那種跟個受氣包似的。我媽才是這個家女主人，你再干涉她，就吃飽兜着走。從今往後，我署的衛生都由你一個人打掃，小爺我就坐牢看。不打掃完，不下班。哼，憑什麼？聽你這個毛都還沒長齊的娃娃的話，今天你們兩個一起給我打掃衛生，不打掃完不許吃飯。救命啊！殺出成疾了！对不起啊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跟他道歉可沒用，得跟我母親道歉。以後你若是再敢刁難他，拿你試問。大小姐，你大人有大量，求你原諒我吧，我保證我以後再也不刁難你了。滾吧。好。但是這樣會不會不太好啊？怎麼，你也害怕我這個災星會拖累你？你這麼做都是為了幫我出氣，我怎麼會怕你呢？不過他說的也沒錯，我就是一個從鄉下來的，怎麼配被人伺候啊？萬一連累到你，以後的日子就更難過了。這種感覺好像娘親了。你最大的錯誤就是放棄本該屬於你自己的東西。你現在要做的就是好好學習，接管秦氏，最好把這個該死的楓葉也給我解除了。接管秦氏，學習經商啊？不行不行不行，我沒有上過學，我學不會的。再說了，父親很看重遠征，我也不該跟他搶的。有點骨氣行不行？小爺自有小爺的道理，其他的這回證明給你看。好，我相信你。小少爺，這可不關我的事兒啊，是老宅那邊下的通知，說大小姐的吃穿用度一律縮減。這你都能吃得下去？我從小到大一直這樣，我都習慣了。不行，失去的全都要給你討回來。你敬你一個。
小妍和香香还是不肯来吃饭吗？我每次都3催4请，可小姐总以人多不干净为由不愿意来，而且还让我们也离小少爷远一点，怕傳染細菌。是你。我怎麼不知道？你們什麼時候請過我們啦？你們兩個不是不想和我們一起吃飯嗎？怎麼又突然來了？不是我們不想來，是有人不想讓我們來。何出此言？堂堂秦家大小姐吃的卻不及一個傭人，而有的人吃的腦滿腸肥，連養的狗都比我們吃得好。爸，子月还在长身体，多吃一點也是很正常的。是啊，我們請過大姐，是她嫌棄我們，不願意跟我們同桌吃飯。爺爺，母親雖教育我要心存感恩，索取有度，但如今我正長身體呢，連頓像樣的飯都吃不上，還想着以後替爺爺分擔秦家事務，怕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。沒想到小妍人小志氣高，已經想到替我分擔。之前是我忽略她太久了。村長，小妍和香香都是秦家的血脈，每月生活費100萬有餘，他們竟然連頓飽飯都吃不上。可能是大姐的手下劉媽把錢都貪進去了。爸，你別急，待會兒我就找他算賬。對，爸，一定是劉媽把錢都偷走了。劉媽雖說吃的比我們好，但也是清一色的素菜，貪了數百萬，連一頓肉都不捨得吃，不合理吧？小妍為我做那麼多，我不該讓她一個人承受。爸，我少吃點沒關係的，但是小妍她正在長身體，我們吃的東西毫無營養，連狗食都。放肆！我說過，務必要保證香香和小妍的生活開支，如若再有下次，全部家法處置。知道了，爸。小妍啊，今晚有秦家主辦了一場晚宴，到時候全江城所有的豪門都會拿出自己家傳的寶物來進行鑑賞。咱們秦家可是有着全國第一的古董產業，到時候這個食物鑑寶的環節，爺爺就交給你了。放心吧，爺爺，包在我身上。好孩子，只要你這次表現好，成都那間翡翠鋪子，爺爺就送你了。什麼？成都那間翡翠鋪子價值10幾億呢？老爺，你萬萬不可呀！這麼重要的鋪子，你怎麼能交給一個黃頭小子呢？是啊，爸，他們二人又不懂經商，萬一毀在他們手裡怎麼辦？爺爺，母親雖不懂經商，但也是您的直系繼承人之一，需要實習之，只要肯學，總有一天能掌握經商之道的。替爺爺分憂。好，這間鋪子我心意已決，只要小妍這次做得好，該是他的那就是他的。生兒定不負爺爺所托。香香這次也代表秦家一併出席，這衣服我都準備好了，一會兒你幫媽媽好好選選，可不能丟了咱們秦家的臉。沒問題。老爺只是要公布這個賤人的身份了，絕不能讓他得逞。這第一件寶物碧玺如意，來自大碩皇室，採用宮廷拉鑽鏤雕的技藝，上面的龍鱗都以微雕技法刻畫，虛發畢現，堪稱傳世重器。不愧是我兒子，那麼長一串鑑寶結果都背下來了。媽，還是你有辦法。如果不這實物鑑寶的內容不提前透露給我們，那個鋪子還真便宜了那兩個雜種。那個鋪子價值足足10幾個億，我求了老頭子那麼久，他都不鬆口。這次他們別想輕易奪走。抬頭，挺胸，收腹，站直了，照着台詞念。哎呀，我從小就怯場，再加上這麼大的場面，哎呀，我感覺我那個呼吸不上來。那就練，小爺不允許臨陣脫逃。
来，念一句，跟着念一句。哟，那么刻苦呢？这鉴宝会啊，都快开始了，这大字都认不出，还想着骂人呐？有授启奏，无授退朝，我们忙着呢。不识好歹的东西，我们是来给你送衣服的。衣服留下，员工走。哼，我看你们还能横到什么时候？给他。哇，这件才对吗？完全符合你大小姐的身份。没事的，我还有其他的衣服。你哪好来这么多臭衣服呀？那怎么办？鉴宝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来不及了。哎，我有办法了！秦岩和香香怎么还没来啊？老爷，这秦香在乡下喂猪喂鸡这么多年，这看到这么大的场面，小家子气上来啊，都不敢来，那不也很正常？大姐啊，恐怕知道自己其貌不扬，登不上台面，怕让秦家出丑吧？不来更好，省得丢了秦家的脸。这只听说秦家在前几年刚找回了丢失在外的大小姐，怎么一次都没见她露过面啊？是啊，这秦家大公子相貌堂堂，一表人才，想必那秦小姐也是不遑多让吧。各位客气了，大家有所不知，我那个大姐啊，失踪20余年，最后在猪棚里找到，这實在是難登大雅之堂啊。不過是一個農村來的野丫頭而已，粗鄙不堪。各位啊，若是見了，別笑話我秦家才好。諸位，人已經到齊了，我們正式開始吧。有小妍在，他們不會不來的。秦家大小姐秦香，小少爺秦岩到。這位是誰呀？我在港城世家從未見過如此豔壓群芳的女子。這人都到齊了，她難不成就是秦家那位遲到的大小姐？不可能，你忘了剛剛齊大少爺說的話了？這秦家大小姐粗鄙醜陋，不可能這般氣質高雅、容貌亮麗。這個賤人，平時穿着怪誕醜陋，今天居然穿得比我都高貴。我送過去的禮服明明是爛的，她身上這件又是哪裡來的？爺爺，爸，路上有事耽擱，是我們來遲了。原來她真的是秦家大小姐啊！這衣服怎麼不是我派人送去那件？老爺，這秦香啊，素來是眼高於頂，我們秦家的東西啊，她可看不上。你胡說，這衣服明明是……母親說笑了，我本就是秦家人，何來看不上一說？是小妍提議，說要衣着得體，才不辜負爺爺的期望。那怎麼辦？鑑寶大會馬上就要開始了，來不及了。哎，有了！啊！宋天靈出！好，好，好，還是我乖孫啊，考慮的周到。哈哈哈。諸位，既然全部人都已經到齊，那我們今天的晚宴
正式開始。在晚宴正式開始之前，我們依然首先開啟歷年的傳統，也就是由鑑寶大會來開場。今天的展品由古董三大家授权展出。这第一件是周家的碧玺如意。周家就是那个号称东国第一玉石世家的周家吗？这周家号称主玉成器，克金成魂，看着玉如意通体碧绿，更是珍宝中的珍宝，世间罕有。这第二件就是封家的龙纹金杯。这封家专研金器，封家一动，恐怕这东国的金山都要抖一抖。这龙纹金杯的成色花样，纵使翻遍整個東國，也難得尋得第二件。原來它叫龍紋金杯啊，有意思。至於這第三件嘛，我想還是有請東方家的第76代掌門人親自給大夥介紹。這東方月可是東方家唯一的女掌門呀，確實氣勢如虹，不露自威呀。金石玉器乃是俗物，既是來參加鑑定大會，定要拿出頂級的寶物，讓大家品鑑。神韻還餘，丹青絕唱，這竟然是萬神附圖！東方家竟如此有誠意，拿出萬神附圖供大家鑑賞，令我秦母人倍感榮光呀！我們東方家皇族後裔，千年名門，豈是一些小門小戶可比的？不愧是東方家，一出手就是爾等難以企及的存在呀！現在寶物經悉數登場，下面由我的2個孫兒依次向大夥介紹寶物的來歷還有工藝。如若他們誰說的更準，那我秦家城東的翡翠鋪子就將落到誰的名下。這秦家大少爺不是有個什麼災星的名號嗎？今天竟然被秦家人帶到這裡來了。哼！就秦爺那個蠢笨的豬腦子還想贏，簡直是笑話。我們秦家的生意可不是哪個阿貓阿狗就能染指的，有的人腦袋空空，胸無點墨，這種場合就等着出醜吧。你們2個誰先上來？這第一件寶物碧玺如意，來自大壽皇室，採用宮廷拉鑽鏤雕的技藝，上面的龍鱗都以微雕技法刻畫，鬚髮披肩，堪稱傳世重器。這拉鑽鏤雕的技藝啊，不用儀器常人極難分辨。沒想到秦家小少爺一眼便識得，天才，果然是天才。這在整個港城，不，哪怕整個古玩界都難得一見啊！說得好，那這第二件龍紋金杯，它是出自何處，又有什麼樣的工藝技法？秦岩，由你來說。這兔崽子從小就不讓他接觸古玩知識，他絕對答不上來。哼哼。沒想到這龍紋金杯會出現在這裡，還真是巧。小妍不過剛接觸這些，這樣也太為難他了。不認識就快點下來，別在這耽誤時間。這小子，這每天在家裡哄老爺子開心，這怎麼到了正式場合反而還不說話了？爸，今天港城各個豪門世家都在，小妍畢竟是個孩子，如果答不出來，就讓他下來吧，別平白丟了我們秦家的臉面。
果然還是對他期望過高了。秦言，如果你不會說，那就下去吧。誰說不會？这龙纹金杯來自李朝，通體純金打造，不僅使用了9掌煉金術進行提純，還使用了游絲描金技法，杯底還刻留有火紋瑞錦的紋樣。他小小年紀，竟然能將龙紋金杯的來歷說得如此清楚啊！這簡直比剛剛的紫月小少爺還要厲害。說得好，不愧是我秦家的長孫呀！你胡說！這龙紋金杯底部根本沒有紋樣，龍紋金杯工藝繁瑣，胎體極薄，根本不可能在上面刻出花樣。你們看，竟然真的沒有啊！早就听聞這龍紋金杯絕非凡間之物啊！定國將軍數次召集匠人描樣都失敗了。可是這位秦岩小少爺說的言之凿凿，聽上去也不像是信口胡诌的呀。是你们就不知道了吧？这秦岩啊，在秦家根本不受待见，学识可比他弟弟差远了。他没說錯。這龍紋金杯底部確實刻有火紋瑞錦。怎麼可能？我明明所有資料上都寫着龍紋金杯底部光滑，無任何印記。封家為了防止贗品出現，這才一直沒有將底部的紋樣細節公之於眾。只是小朋友，你是如何知道的？是紋樣還是我用三昧真火刻上去的？我能不知道嗎？哎呀，我的金杯金貴得很，你又在上面畫什麼呀？仙君，怎麼那麼小氣？氣我娃娃！哎呀，使不得！哎呀，我的小祖宗呢？這地上頭的人間，陪着家已經找不回來了呀！哎呀，我的杯啊！我倆書籍，哦，看到一。不錯，與細微處見真章，何有我當年的風範呀？哈哈哈！既如此，兩位小少爺，不如說說我這萬神附圖的來歷技法，比一比誰的古董造詣更高，如何？這萬神附圖是我東方家第1任家主所作，被我東方家視為珍寶，保存至今已有1000年。這可是曠世奇作，無價之寶啊！是啊，沒想到東方家一直不肯讓其面世，今天竟然能肯拿出來讓我們一飽眼福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若誰能說出這幅畫的用料技法，那這局便是誰贏。這有什麼難的？這畫全卷以青金石、孔雀石等28種寶石為顏料，採用失傳的9染18宣宮廷技法，天下無人能復刻。說得不錯，你為何不發一言啊？哼，不懂就是不懂，這會兒露餡了吧？小爺，你平日本就貪玩，不善此道，若不會的話，就盡早說出來，沒人會怪你的。剛才可能是你運氣好，但是這個絕對弄不出來。你用假話坑騙眾人，才是浪費時間。你這話是何意？你聽不懂嗎？說你這話是假的。東方家最痛恨贗品，怎麼可能展出假貨呢？小子也太膽大包天了，看來秦家今天要得罪人了。小朋友，你不懂可以，但不可以說謊。我東方家1000年名門，這幅畫是我東方家的傳世之寶，怎會有假？名人妄圖又如何？小爺說假的，他就是假的。先前看你年齡小，不與你計較，沒想到你卻一而再、再而三說謊，簡直是侮辱我東方家族名譽。你沒有證據，你就說這個畫是假的，秦岩還不快給掌門人道歉！
蜃樓變幻假藏真，肉眼凡胎看不圓。眾生嘈雜偏信耳，孤光熹微且平心。這話什麼意思啊？太高深了，我听不懂。切，不懂就是不懂，还编什么古詩糊弄玄虚。秦言，我看你是连装都不想装了，就隨便這麼幾句古詩來糊弄我吧。快給掌門人跪下道歉！道歉！快點道歉！快跪下道歉！東方家名門望族，今日竟遭8歲小兒如此侮辱。看來以後這秦家與我東方家不要再來往了。請留步。秦言，不得无禮，說話做事要有憑證，不能信口誣衊。東方小姐，麻煩你再給他一次機會，我想他會說明白什麼原因的。啊，東方家絕不可能有假話，他這樣折壞了我們秦家的名聲。就是不懂裝懂，還是我們家子越啊，饱腹經書，堪為大用。老爺，您就別再浪費時間了，你趕快宣布子越，說他贏了這次比賽，然後讓這個丟人現眼的東西啊，趕快回去面壁思過。先前還以為這個秦小少爺是古董天才，沒想到是繡花枕頭啊！什麼古董世家？我看啊，不過如此。諸位，請諸位聽我說一句，秦言這樣做必然有他的道理，請大家給他一次解釋的機會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他有什麼理由。若是說不出來，那便要當場給我東方家跪下道歉。你這智商怎麼當掌門人的？荒口小兒，信口雌黃。我與東方家第74代傳人擔保，此話絕不會是假的。這是東方家族長東方懷瑾。爺爺，您怎麼來了？我若再不來，我們東方家的名聲就被毀了。自從我繼任族長以來，此話都是我一人保管，從未假手他人。沒想到秦家這麼教孩子信口胡謅。這東方家的人怎麼都一個德行？秦言，如果無話可說，就承認錯誤，要對你自己的言行負責。快給東方族長跪下道歉！快跪下道歉！道歉！物所千鋒窺月渺，雲埋一經絕天地。我們知道這句詩詞是什麼意思嗎？畫上確實有這句詞，是祖先親自提筆，與你何干？這就是不好好學習的下場。這句詩詞的意思就是看似為真，實則為假。表面這幅只是愛當障眼法的假畫，而真正的萬神附圖就藏在這幅畫的下面。什麼？如果你們信我，將表從假畫揭去，便可看到真正的萬神附图。什麼？他竟然要接着畫？他這是要生生毀了這幅萬神附圖！你這無知小兒，竟妄想毀了我東方家族的傳世之寶！秦不山，先放任孫子侮辱我東方家，今又想毀壞此畫，以後我們兩家勢不兩立。秦言，還不快點跪下道歉！你耳朵聾了嗎？再不下跪道歉，是要我們全家跟你一起遭殃吗？秦言，你個不孝子，現在立刻跪下道歉！我沒錯，何必要跪？我的眼睛勝過這世上一切，說假的就是假的。我以性命做擔保，小言所說絕無虛言。个土包子信有什麼用啊？要是我們秦家生意受到牽連，和你那個小畜生死了都賠不起。既然你們不信，小爺就親自死給你們看。秦言，你瘋了！你這樣會連累我們整個秦家了。
住手！我让你住手！爸，你难道真的要眼睁睁看着这个逆子将我们秦家陷于如此境地吗？若此时再不施以家法惩戒，那别人会如何看待你，又会如何看待我们秦家？爸，请上家法！糟糕，刚刚的火眼金睛将能量耗尽了。这是，诸位请看，这竟然还敢撕画！爸，这画就在下面。胡说！我在古董街几十载，就从来没听说过这么不靠谱的事儿。竟然真的有画啊！真的，是真话。我想起来了，万神附图。快带着万神附图跟刘叔走，马匪来了，他们劫掠烧杀，无恶不作，此话万不可论，他们守住，你快走啊！在我年幼的时候，我一直认为这画与我记忆中的万神附图有所区别，没想到真相竟然是这样。孩子，多亏有你，才让我东方家的真正宝物得以重见天日。要不是你呀，我们整个东方家族将被蒙在鼓里。快给秦少爷道歉！刚才是我误会你了，现在我这就向你道歉。演变得可真快，刚刚才逼着我磕头道歉吗？还是东方家思虑周全，这才让万神附图这么多年得以保存下来。香香原来没我想的那样懦弱不堪，我竟然如此冲动地打了她。唉，老头子，我活了这么把年纪，却没想到让我自己的女儿和孙子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让我怎么有脸去见香香的母親呢？哎呀，爸，這事兒哪能怪你啊？說到底，還不是因為秦言不聽管教。誰讓他搶我墳墓？他活該！爸，兄弟也真是的，那秦言答對就答對了，你何必真把那翡翠鋪子給他呀？混賬！在小和香香被人逼着下跪道歉時，不但不進行勸阻，幫着外人逼迫他們，那可是你的親姐姐和親兒子呀！他們那是歪打正着，如果他說錯了，你那兩鞭子那就救了我們全家呀！是啊，爸，當時那東方家家主可在盛怒之下，誰知道他會做什麼事情啊？再說，我覺得那小兔崽子就是故意陷害咱們家。那個災星，怎麼知道就把你扔到寺裡去，就沒有幾個事。他們口中的小妍和香香，與我見到的大相徑庭。難道這麼多年，我的所作所為都是錯的？全家人如此冷血，不互帮互助就算了，居然還落井下石。你不也是秦家人嗎？我才不管看你高興！哼，小爺若不是被罰，還是個自由自在的小神仙呢。雖然這次挨了幾鞭子，但好在你沒事兒，秦家也保住了名聲嘛。這鞭子可來得真巧，明明揭開假話，就能證明我說的話是真的，偏偏被人攔着。我看了，那鞭子就是秦遠征早就設計好的。
不管怎麼說，遠州也是我弟弟，應該不會吧？不會，你忘了，你也送我好衣服，被那个后妈撕得稀巴烂。要不小爷我急中生智，连拍卖会都去不了。3年了，这樣的生活忍了3年，忍者神龜啊！什麼忍者神龜啊？少看點動畫片。當年我們母女跟爸爸走散了，就從泔水桶裡找飯吃，冷了呢，就去垃圾桶裡找衣服穿。當年媽媽病得那麼重，直到去世前，她都沒有吃上一頓飽飯。而且就連去世前，她跟我說，要是有一天你能再回到秦家，一定要在爸爸面前好好盡孝。都是我的錯，竟然讓他們母女受了這麼多的苦。祁遠州，個不孝子！哎呀，爸，你這麼晚找我來什麼事兒啊？你還有臉說？為什麼在那種場合撺掇我打你姐，而且事先準備好了鞭子？爸，什麼叫撺掇？我那個是顧全大局，那秦香就是個上不了台面的土包子，萬一做錯事惹怒東方家，那連累的可是我們一整個秦家呀！混賬！什麼叫土包子？那可是你姐姐，你親姐。老頭子今天怎麼回事？怎麼突然幫那個野種說話？哎呀，爸，那不是他這麼多年沒念過書，我一時失言才……沒念過書，那是因為他遲遲沒有被找到，被逼着下學幹農活養家。說到底呀，這都是我的錯呀！我這麼做，不必再說了。從今天起，就正式罷免你秦氏執行總裁的位置。什麼？不敬長姐，不愛子女，不顧及家族臉面，該罰！來人吶，上家法！爸，別，爸，別打！我是你爸，我是你唯一的兒子。接着打！把我打死了，誰繼承你公司啊？接着打！这可比当時打你的力氣狠多了。住手！遠州為秦家兢兢業業了這麼多年，你憑什麼打他呀？還有臉問？這都是你教育出來的好兒子，心術不正，心狠手辣，連自己的親姐和親兒子都下得去手。還有你，為什麼搞壞我給香香送去的衣服？你都知道了。老爺你聽我解釋啊，老爺！不必解釋。老爺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沒少搞事情，讓我誤會香香多年。這父子關係疏離至今，管家，別給我一起打！別！不要打我！老爺！都是你教育出來的好兒子。哎呦，這管家沒少見什麼，力道渾厚，有經驗，這秦遠州肯定得比蓋州渣。拉下手會不會太重了？怎麼？你還心疼啊？他畢竟是我弟弟嘛。你見過哪個弟弟不要自己孩子傷害自己姐姐的？那你去救吧，去吧，看他怎麼把你親兒子趕出家門吧。不過話又說回來，這遠州倒也不是一點錯都沒有。你說實話，你是不是也挺解氣的？這爸下手也太狠了吧！看把你們打成什麼樣子了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區區一個秦香根本不足為懼，真正有威脅的就是那個秦爺。要不是因為那個不孝子故意告密，老爺不可能這麼生氣。大孫子，這是肉，這不是象鼻泥。那我們現在該怎麼辦？自從秦岩認了秦香當媽以後，我們家就沒有太平過。
符也好，万神附图也好，如果不是青年那个小兔崽子在中间搅和，这个杂种早就被赶出去。那怎么办啊？那孩子现在深受爸的喜爱，我们也送不出去了呀。小兔崽子以前不是最喜欢你了吗？既然如此，这个当亲媽的就去秦香那裡把他要回來。景爷啊，都怪我老眼昏花，才忽略了咱们的女儿这么多年。但是香香，她从来没有怨过我，我是个不称职的父亲呀。爸，香香，你来了。妈妈生前吃了太多的苦，如今去了，总该让她放心些。女儿，是我对不起你们母女呀。爸，是我自己懦弱无能，不怪你。不，都怪爸听信了别人的谗言，才误会了你这么久。不过你放心，从今以后，只要你好好的学習管理公司，以後咱們秦氏就由你來繼承。你讓我管理公司？對，咱們秦家不講究傳男不傳女那一套，而且只有這樣，等到100年以後，我才有臉去見你的母親呀。看來老媽的學習進程要加快了。這些是什麼？這裡有外語管理，還有，反正全都是要學的。全都要學啊？對呀。不行不行，你看這些。我看都沒看過，我求求你了，你饒了我吧，學不完，根本學不完啊！學不完也要學。來，媽，跟着哥學得快。這幾句很簡單吧？學會了嗎？應該，或許大概會了吧。媽，來一個。去哪了？那個美美桑內，一個結着巴巴，嘰里咕嚕圈圈，還有噴噴。你再給我看一遍，我再看一遍，我肯定能學會的啊。這個建築什麼時候才能這樣建築？八角相背，死記硬背，我就不信你記不住了。睡了，別睡了，這麼久了，背了幾個單詞？200個。2個。2個。哇，你小妍，這是幹嘛呢？生了那麼大的氣呀！媽媽都想死你了，快讓媽媽抱抱。你身上充滿一股味，叫陰謀。你在姑姑這兒待了那麼久，你會想媽媽呀？想呀。真的嗎？
讓你什麼時候在我面前消失？你怎麼能這樣跟媽媽說話呢？媽媽還給你帶了一堆玩具。哎，看看有沒有喜歡的。我们還沒說話呀。媽媽，說話了嗎？但是更年期技巧會差點。你今天來是有什麼事情嗎？我看我自己的兒子跟你有什麼關係？讓開！小妍他是我的兒子，你要見他必須經過我的同意。那可不一定，小妍上次選你只是一時衝動吧。他啊，一向最聽我的話。小妍啊，那這是你最喜歡的玩具了。紫月要我都沒給他呢。以前啊，是媽媽忽略了你，太寵你弟弟了。但媽媽發誓，只要你跟我走，以後啊，我一定對你好，好不好？哥哥，我把我最喜歡的玩具送給你，你就跟我們走吧。以後只要你喜歡的東西，我都不跟你搶。你的東西都送給我了。那我要什麼，你們都給。那是自然了，你可是我的親生兒子呢。那我要全兗州手裡所有的股份。那我要秦兗州手裡所有的股份。然後你們大方行禮，離開秦家。正好小爺眼不見心不煩。什麼？你這個不孝子，竟然敢獅子大開口！秦氏是我爸爸的，你一分都不给。你們剛剛還在那寶貝，現在又變成不孝子啦！哎呀，小妍啊，這股份的事兒確實有點難，但是還是可以商量的。少在這裡給我假惺惺的！你以為小爺跟你們一樣，大腦抽筋，小腦打結？跟你們回去豈不是沒有苦硬吃？你幹嘛？我腦子有問題？而且，她才是我的媽媽，這裡才是我的家。除了這，小爺哪都不去。這裡不歡迎你們，請你們趕緊回去。好，這個吃裡扒外的小畜生，就等着跟秦香這個廢物混吃等死吧！等兗州繼承了秦氏，我要把你們通通都趕出去。秦兗州繼承秦氏，你怕是不知道，爺爺說過，媽媽也是秦氏繼承人之一。什麼？不可能！秦香大字兒都不識，你覺得你爺爺會把秦氏繼承給他嗎？誰說我媽不識字的？我媽，她一天能背完1本字典，3天精通1門外語，一個星期背完所有公司的管理課，你能嗎？好，我倒要看看啊，秦香這個廢物怎麼搶秦氏的繼承權。我們走。小妍，這下你的牛可吹大了，到時候要是完不成，就等着被笑話了。別怕，我有辦法。秦妍那個小兔崽子真是不知好歹，不回來就算了，居然還罵我，說什麼以後秦氏是秦香那個賤人。一定是哥哥不喜歡我，才不跟媽媽回來的，都是我的錯。哎呀，才不是紫月的錯，要怪都怪那個小兔崽子認賊作母。你媽說的對，不回就不回，反正有的是辦法對付他。
丁宁他们無論如何，繼承人的位置只能是我的。你这个東西太難了，小妍的力氣都飛光了。你說這每一個字我都懂，怎麼連在一起我就不明白了？哎，那個鑑寶大會上，你一眼就能看通那個萬神附圖的真假。你是不是對文物鑑賞很是精通啊？那全靠小爺的火眼金睛。但這些鑑賞和修復，我也一竅不通。看樣子還是只能靠自己了。不過嘛，這可是個修復父女感情的好機會。不過什麼？不過啊，我不懂，自有人懂。誰啊？我的爺爺，古董街太的秦固生。關於撤免遠州執行總裁的事情，各位都考慮的怎麼樣了？這小秦總的話，無非就衝動了一些，給點教訓就好了，沒必要直接罷免吧。是啊，寧可就他這麼一個繼承人，將來這整個秦氏會早晚都是他的。就他一個繼承人，大家可別忘了，我秦固山可還有個女兒。女兒有什麼用？這港城的世家有哪一個是將家業傳給女兒的？人家東方家的下任家主就是他的長女東方月。人家東方月3歲識字，5歲作詩，不到20歲就跟着東方家主在古董界殺伐決斷，豈是大小姐能比的？大小姐20歲的時候，可還在鄉下餵豬嘞。您要是真將這秦氏傳給他，那我看啊，這秦家早晚斷在他手上。迂腐，簡直就是一群迂腐之眾。哼！秦固山，你扇死我吧！你讓我去找你爺爺學習。你是他女兒，女承父業，他教你不是天經地義嗎？還是算了吧，我跟他關係疏遠，貿然去找他，他定然不會同意的。而且我這麼笨，萬一學不好，那不是白白惹他生氣嗎？你都沒問過我，怎麼知道我不同意啊？你都沒問過我，怎麼知道我不同意啊？爸，你怎麼來了？你又不主動去看我，我這老頭子只能親自過來嘍。不愧是我秦固山的女兒，果然踏實上進。哎，這書頗為難懂啊，需要我講給你聽嗎？完全超級無敵需要。哈哈哈！既然小妍都說了，那行啊，不用了，爸，我自己學就可以了。好，既然不需要，我老頭子就不在這討人嫌了。我走了啊！我可真走了啊！哎，小妍，爺爺忘了問你了，你今天早餐吃了嗎？爺爺，你看鐘錶，現在已經下午6點了，該吃晚飯了。哦，對，該吃晚飯了是吧？哎呦，你說這空調制熱，它是不是壞了呀？它凍得我這渾身哆嗦。哎呀，你看嘛，那外面是40-50度左右，然後咱們現在開在日劇了，
哦，原来是开的制冷啊！一看也是那脑子老糊涂了。爷爷，別敲了，媽，你就給爺爺個面子吧，要不然爺爺這拐杖啊，就要在咱家地板上戳個洞了。爸，您願意教我嗎？我願意，我願意，我願意把我知道的青棘所有全都教給你。修復父女感情都要靠我啊！小爺這一天天的，你太忙了。這文物的修復呢，它講究的就是一個修舊如舊和最小干預，不僅要恢復文物的穩定性和美學的完整性，同時呢，還要盡可能的保留它的歷史信息，懂了嗎？我們秦家呢，那可是古董世家，我們做的呢就是修復和買賣古董的生意，所以你呢要在3個月之內要完全掌握所有的文物知識，還有經營之道，這樣你才有資格繼承秦氏。3個月，那我肯定學不會啊！這還沒學呢，怎麼就說自己學不會呢？我在鄉下就沒讀過什麼書，回到秦家您又從來都不重視我，3個月對我來說難度太大了。難度再大也要去做。現在我已經罷免了遠州的總裁位置，那以後你們2個就能者上位啊。秦家總裁的位置永遠都是遠州的，我不會跟他搶，畢竟他才是您悉心栽培的繼承人。我每次跟他發生摩擦，您就會像古董大會一樣對我輕則訓斥，重則打罵。你這是在怨我呀？這怎麼突然就聊崩了？啊，我不是，哎呦，我好餓嘛，我想吃你煮的面。我肚子疼。我肚子疼。哎呦，爷爷，別操之過急嘛。想讓我媽學習，我有辦法。什麼？爺爺，我也是秦家人，企業管理、古董文物，我也想學。可我媽那3點墨水，什麼也教不會我，乾脆給我請個老師唄，要最美麗、最溫柔的那種。好，請老師是嗎？沒問題，爺爺啊，就給你請一個學富五車、滿腹經綸、又美又飒的老師，怎麼樣？哇，又聰明又好看的老師，小妍最喜歡了。這麼看來，當時換我的時候還是考慮的不周。那這話怎麼說呢？新老師這麼好看，不然讓他當媽媽吧。什麼？難道小妍不想要我這個母親了？不行，什麼繼承人不重要，我只想一直做小妍的媽媽。小妍，這是你最愛吃的雞湯麵，媽還給你加了蛋。沒胃口。哎，不知道新老師手藝怎麼樣？新老師那麼聰明，他做飯一定很好吃吧？那既然你不同意嘛，那我呢也就不強迫了。不過我這大孫子想要學習，找老師啊，我只能另請高明了。看來我還是傷了小妍的心。我來開。原來激將法這麼有用，這就開始講起來啦。
我这身不好看吗？还行，一定比我们仙老师差一点。去开门吧。哎呀，老师，你可终于来了！我等你等的花都谢。哎，这位是？哎呀，老师，我都等不及了，咱们快开始吧。这些都是我们南宋的一些陶瓷，你看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？青铜器修复的第一步就是使用高分辨率的相机从多角度拍摄，记录锈蚀、变形、残缺等状况。那么我们做这一步的意義是什麼呢？因為要遵循修舊如舊、最小干預的原則，保存文物的原始形態。說得很對。那第二步我們要做什麼呢？要用熒光光譜分析合金成分，然後進行取樣分析，觀察锈蝕的微觀形態。緊接着，停，這課到底是誰上？當然是我想學啊，這不是沒人教才請老師的嗎？媽，你現在不會，就讓老師好好教我，不用總是打擾我嘛。這樣下去不行，萬一小妍真要換媽媽怎麼辦？我要去找爸一趟。別說我大孫子這一招還真有效。進。爸，這麼急匆匆的來公司找我，是有什麼重要的事情？爸，文物知識也好，經商知識也好，我都會努力學的。要是小妍想學，我也可以教她，只是什麼？只是希望您能盡快把新來的老師撤走，我會努力學習教小妍的。沒想到這方法那麼好用，這麼快就把香香的鬥志激發出來了。爸，我新得了一瓶李朝如意，特來獻給您。您看，這執行總裁的位置，能不能？你怎麼在這兒？哎，你來的正好。現在我正好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們討論一下。我們錢家呢，向來不講究傳男不傳女那一套，能者上位，誰能力強，誰就是下一任的繼承人。當然了，在這之前呢，還有一個前提，就是這個繼承人必須要得到小妍的認可。小妍的認可？姐，那我勸你還是放棄吧。有一句話說得好，血脈相連。我可是小妍的親生父親，他最認可的人必定是他。現在，小妍唯一的母親只有我。好了，繼承人的位置豈能是這麼容易就能得到的？在這之前啊，還有一個最關鍵。你們看，這是東國的一級文物廣繡琉璃盞，是與雙朝王室遺留下來的皇室寶。只可惜啊，在戰亂中遭到破壞，雖然殘缺，但是它的價值仍然不可估量。這是上面指派給我們秦氏的一個任務，現在我就把它交派給你。如若有誰能將它修復得完好如初，那麼小妍還有秦氏上下就歸屬。修復文物啊，這土包子大字都不識幾個，老頭子這麼做，不是明擺着給我放水嗎？爸，您為什麼要把小妍的撫養權當成籌碼？您這麼做，有問過他嗎？這件事情我和小妍討論過，他同意了。那是自然的。他說自己是秦家人，而我們秦家又是在古玩行業叱咤風雲，那麼他肯定要找一個真正的繼承人，跟他學習知識，那麼以後才能夠承載舊業。小妍說的對啊，有些人自己沒本事，還沒上進心，還想搶別人的兒子，真是痴心妄想。我覺得那個小兔崽子就是後悔了，找了你這麼個廢物當媽。聽說他讓爸給他找了個新老師，對吧？
我看换老师不过是借口，他真正想要的是把你这个废物换掉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我看换老师不过是借口，他真正想要的是把你这个废物换掉。小妍难道真的不想让我当她的妈妈了吗？你爷爷说，谁能继承秦氏，谁就能得到你的抚養权。这件事情你知道吗？知道啊，还是我主动给爷爷提的呢。你主动提的？所以你是真的不愿意让我做你妈媽了嗎？從要求換母那天起，我的母親就只有你一個。但是嘛，不是現在你，不是現在的我。什麼？只有拿到秦氏的繼承權，才能拿到你的撫養權？當然，媽逆來順受慣，不下刀猛藥不行。這樣能行嗎？放心吧，爺爺，我在我媽心裡比什麼都重要。我就知道你不是真的不要我了。當然，我可就只認你做老媽，做這些也只不過是故意刺激你而已，讓你有鬥志，去跟錢遠州爭奪秦氏而已。其實我對秦氏不感興趣，在我心裡，你才是最重要的寶貝。對秦氏不感興趣可不行，我可是個慕強的 boy。等錢遠州上位了，我們的好日子也就到頭了。你也不忍心我流浪街頭吧？媽不會讓你流落街頭的，你可是我最愛的寶貝啊！既然我在你心裡啊那麼重要，那3個月能把這些全部學完嗎？你要是學不完，我可又要聽小金老師了。能，我絕對能，我會把這裡所有的知識全部都學完。我不只要把你的撫養權爭到手，秦氏我也要。哎呀，還是你有辦法呀！這不到2個月，香香對修復文物的技法都已經對答如流了。她可是我秦爺老媽，當然有潛力啦。那既然這樣，教你學習的老師就沒有必要再留了。明天我直接讓他走人。哎，請來了就別浪費嘛，讓他去教秦子月那個不學無術的小胖吧。子月，他從小就浸淫古董知識，就算在如今的古董界也不遑多讓，他就不用再學了。不遑多讓，就他。這拉鑽樓雕的技藝啊，不用儀器，常人極難分辨。沒想到秦家小少爺一眼便識得，天才，果然是天才。這在整個港城，不，哪怕整個古玩界都難得一見啊！他就是個半吊子，不對，他連半吊子都算不上，只是演技好而已。看似肚子裡全都是墨水，其實全都是油屬，有辱沒風啊！你的意思是說，他的學識都是假的？當然，我不過區區學了2個月，能力就遠超於他。如果你不信，儘管喊他來驗一驗。你說爺爺突然喊我來是做什麼？你爺爺那麼疼你，一定是得了什麼寶貝想送給你，故意不敢聲張，怕被那個災星啊聽到了。真的嗎？爺爺，你不是要給我寶物嗎？怎麼把他也喊來了？這小兔崽子怎麼跟老爺子一起來了？不對勁，今天喊我跟子月來，一定有問題。爸，您今天喊我跟子月過來是要做什麼？子月自幼博覽群書，深諳古董文玩知識，又頻頻在各大場合嶄露頭角。我今天過來呢，就是隨機的想考他一考。考他？爸，我看這就不必了吧。子月他既是真材實料，
又有何惧呢？这么紧张，爬楼下。在先，就知道有他在的地方准没好事。在青铜器的修复技巧当中，要想根除青铜病，需要做什么？青铜病，老头子怎么突然也考紫月？要是穿帮，可就完蛋了。这可是最基本的修复方法，古董天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？爸，远州之前教过紫月很多青铜器的修复方法，这紫月一时半会儿也想不起来啊。住嘴！我是在问他，在去年的青铜器拍卖大会上，你可是出尽了风头，不会到如今连最基本的方法都不记得了。我当然记得，青铜病是青铜器生病了，他生病了，就要什么？就要将器物浸泡在倍半碳酸钠溶液中。治疗青铜病是指脱氯处理，需定期维护，持续数月乃至数年，直至溶液中检测不到氯离子才算修复成功。或者用特定波长的激光精准攻击锈点，蒸发有害性物质，但却不伤及本体。这可是基礎中的基礎。耶，这古董天才门槛太低了吧？哼，亏我在大众面前还冠以你古董天才的称号，现在竟然连最基礎的东西都不知道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说，这么多年，是不是一直在骗我？哭哭哭，就知道哭！你回去给我看着他背书，背不过不许吃饭。别哭了，就你这身肥肉，一个月不吃饭都没事，就当减肥了。本以为我秦家出了个不是天才，谁想到却是个蠢材。我秦谷山精明了一辈子，没想到到最后却被自己的兒子和孫子誆騙了這麼久。如今發現了就不算了，你不是還有我媽這個女兒嗎？是啊，幸虧我現在還有你和我的女兒這兩個好苗子，真是祖宗顯靈啊！什麼祖宗顯靈了？是我顯靈吧？我為這個家可操碎了心。你是說，是秦岩那個小兔崽子主動罷考紫月的？爸，都是秦岩那個在先，要不是他，爺爺也不會把我布置之本。不是他還能有誰？罷考紫月的他全都會，肯定是提前備好的，故意讓紫月難堪。哎呦，我的乖孫子呀！你看這小臉啊，都餓瘦了。這麼樣，有他在啊，準沒好事兒。早知道紫月會因為他受罰，當初他一生下來就該把他掐死。行了行了，現在說這些還有什麼用啊？不過等着吧，我已經想好辦法對付他們母子倆了。不行，雖然我學習了不少古董修復的知識，但是我從來沒有實踐過。第一次實踐就在這麼貴重的寶物上。這琉璃盞是1級保護文物，一旦在修復的過程當中出現任何差池，別說是我了，就是整個秦家也無法承受修復失敗帶來的後果。都怪這破圈子，不讓我打個響指，這琉璃盞真修好了。可如今我的法術只能保持着琉璃盞1刻鐘的完整形態，法術用久了好得疼。用法術修復琉璃盞是作弊，既然要競爭，那就光明正大、公平競爭。走吧，我們再去想想辦法。說的也對。
来来来，都看一看啦！古玩界泰斗招收徒弟啦！端木大师时隔多年再次收徒，都看看，机会难得啊！有办法了！你好，传单上说您在招收修复古董的徒弟，您看我能成为您的徒弟吗？你看着就笨，不熟。端木老师，我真的非常想学，您再考虑考虑啊！去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端木大师，您长眼瞧瞧，这可是好东西，西周货，刚出土的，绝对的尖货。这玉璧气色不对，包浆粗糙又呆板，明显是新物做旧。水头足，没有杂质，的确是好东西啊！一口价，这个数怎么样？500万，嫌贵呀？嫌贵我找别人去。哎，别走啊！我也没说不买嘛。行，500就500。这玉璧是假的，不能买。你算个什么玩意儿啊！竟敢质疑我端木大师的目光！我告訴你，我端木縱橫收藏界20年，從來沒有打過眼。滾！別耽誤我做生意。您看，這玉璧氣色有問題。還有他還有什麼還有？哎，我說老闆，您要是嫌貴就直說，何必找個人在這跟我演戲呢？這東西我不賣。別！話還沒說清，你跑什麼跑呀？哪來的小弟兒？給老子滾！這小鬼是什麼人？身上怎麼這麼燙？這玉用了勁蠟法造假，使得它看起來光澤有質感，與西周時期文物無異。但是若用火灼燒，裡面的蠟就會滴出來。你胡說！我這玉可是真的。儘管一試，若出現任何損失，我一人承擔。哎，這真的有蠟滴下來！好啊，竟然騙到我端木的頭上了！我現在就報警，把你抓起來！哼，別跑！是我有眼無珠，誤會了。今天多虧了有了你們兩個，不然我今天就虧大發了。丫頭，你不就是想學古董修復的技術嗎？這樣吧，我免費相授。真的？太好了！不過這傳男不傳女，收女徒弟已經是破例了。一會兒相授的時候，就請這位小爺先到門口等一會兒。好說，好說。小妍，你去外面等我，我一會兒出來找你。好。沒散呢。早就聽說這小孩不同凡人，今日一看，果然有異能。教秦香學習，絕不能讓他發現破綻。你這個災星怎麼在這兒？是不是琉璃染修不好，被你那個廢物媽趕出來了？哎呦，這麼多天沒吃飯，還有力氣說話？你這小胖身上肉挺內臟，不許說我胖！哎，我就說死胖子。小陳，您忘了我們今天有正事要做。看到了嗎？這兩位可是我特意從京城高價請來的。這一位擅長修復堅實玉器，手起刀落便可修復如初；這一位擅長修復瓷器字畫，精密儀器都無法探測到修復的痕跡。他們二人可是京城頂尖專家。
修复琉璃盏，我爸赢定了。上次输给秦岩，被爸爸骂了一次。这次爸爸如果知道我给他找来了2个这么厉害的专家，肯定会誇我的。秦岩，你拿什麼跟我比？到時候你就等着跟你那個廢物媽一起被趕出秦家。作弊還說的那麼冠冕堂皇，你說什麼？我們也請來了專業大師，只是我老媽堂堂正正的贏，自學自修，不假手於人。你不像有些人只會說點下三濫手段。你信不信把你雇人修復這件事告訴爺爺，讓你爸一輩子都當不上繼承人。跟你拼了！一天天的使不完的大牛劲。怎麼回事？死呆子，你对我做了什麼？爺爺上次罰你不准吃飯，一點都沒說，看起來沒啥用，還是我的無敵風好能管用。你快讓我提價！你們2個都是來幫忙啊！小冉，你自己跑累了就能提價吧？我們也沒招啊。是，我們可是家店的唯物之一，只能靠你自己了。這破圈子真礙事。這琉璃盞很難修復，你務必要用我教你的方法，千萬不要用其他的方法。明白了，端木老師。小妍，小妍，你沒事吧？沒事，就是看到小浩有點鬧心而已。子月，你怎麼弄成這樣了？哎，少假惺惺了！你們一個在心，一個土包子，都該死！什麼？小胖子，傳媒過去吧。哎呦，哎呀，小少爺，您沒事吧？小少爺，他怎麼會知道秦子月的身份？你那麼關心他，你應該很熟。不認識，從來沒見過。我這開個小店兒也不容易，只要有人在我店門口出了事情，我這有800張嘴也說不清啊。只是因為這個？小妍，不能對老師無禮。端木老師，今天打擾了，我們先走了。太好了，端木老師教的辦法果然有用，琉璃盞修好了。我就說了，秦然老媽是最棒的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你又怎么了？我刚刚去了那2個小賤人的家，發現秦香已經把那琉璃盞完全修復好了。這2個人到底行不行啊？怎麼這麼久了才修了一半啊？你看，笑還好意思笑你們？到時候老頭子把秦氏交給那2個賤人，到時候都吃不了兜着走。哎呀，媽，先坐。這修得快有什麼用啊？修不好不還是沒用嗎？就是他們修得不好，我們修得才好。你們這話什麼意思？意思就是我要讓秦香跟秦岩在港城所有名流面前
究竟，到时候秦氏还不是我的囊中之物？听说国宝琉璃盏今天要第一次以成品面世了。那琉璃盏可是1级文物，寻常人一辈子都见不到，也只有秦家这种古董世家敢动手修复了。欢迎各位权威人士赏光参加我们秦家的这次展览会。今天的展品是2件国宝级的琉璃盏在被修复以后的首次面世。请问这2只琉璃盏是由谁修复的呢？这其中1件是我的女儿香香修复的，这第2件呢是我的兒子秦遠舟修复的。一兒一女分別修复1件琉璃盏，請問秦老是要這2人進行比拼嗎？那是自然，我們是古董世家，他們2人誰修復的琉璃盏會得到在場所有人的認可，那他將是下一屆我們秦家的繼承者。秦老，趕緊揭秘吧，我們都迫不及待了。哎呀，2個器型完整，竟沒有一絲修復痕跡。不愧是古董世家，2位竟然都能將這琉璃盞修復得如此精美絕倫。可是這2人都已修復完成，要如何分辨誰勝誰負呢？你不是在那個賤人的琉璃盞上不是動了手腳？為什麼他修復的琉璃盞還是那麼完整啊？急什麼？好戲在後頭。你不是在那個賤人的琉璃盞上不是動了手腳了嗎？那為什麼他修復的琉璃盞還是那麼完整啊？急什麼？好戲在後頭。這麼快就修好了？那要是把這個交給秦江，那他豈不是很快就能將琉璃盞修復完整？哎，秦少爺別着急嘛，你這。此法雖然修復快，但只可遠觀，不可褻玩。一旦觸碰，即刻就會4分5裂，大毀眼形。高，實在是高。諸位，皆知我秦家乃是古董世家，古董修復技藝傳承數百年，出神入化。如今這琉璃盞也被我和長姐修復完好。只是這琉璃盞本就精細，若是只用肉眼判斷是否修復完好，怕是難以服眾。若有差池，豈不是白白的對我秦家的聲譽造成影響？那秦少爺的意思是？這微型鑑寶儀是我從研究院所得，通過儀器，再小的瑕疵也會被放大，用來觀察它縫隙是否緊密，溝壑是否平整，是再好不過了。這樣一來，也能觀察這2個琉璃盞的修復工藝有什麼區別。快拍！若能決出誰是秦氏繼承人，可是明天大頭條。此等寶物有價無市，但是啊，兒子比起繼承人的位置，還是更關心這等國家瑰寶的完整啊！哈哈哈，想不到秦少的格局就如此之大。我秦冉舟是想做什麼妖？您放心吧，仔細檢查過了，沒有任何瑕疵。爸，您看這個題怎麼樣？沒錯，雖然我們秦家的技法傳承100年，但是針對像這樣的國家級的寶物，我想還是謹慎為好。那下面我就用這個儀器將這2件琉璃盞仔細的查驗。這第1件由我的兒子秦遠舟修復。此物為戰國琉璃雙盞，無修復痕跡，古色完好，拼接處平整，沒有裂痕。遠舟做得不錯，謝謝爸。這第2件由我的女兒秦香修復。這琉璃盞竟然碎了！這可是1級文物啊，沒修復好不說，竟然還碎成這種程度。
秦家這是要惹上大麻煩了。钱老，您不是说二位有超高的修复技術嗎？請問這隻琉璃盞是怎麼回事？秦老，請您直面回答這個問題。不可能，怎麼會這樣？我明明修好了的。別裝了，不會修就是不會修，裝一副無辜的樣子給誰看？我說大姐，當時爸把你從猪圈找回來的時候就跟你說了，要多學多念書，怎麼幾年過去了，還是如此上不得台面？什麼？秦家大小姐竟然是被从猪圈裡找回來的？她不光是從猪圈找回来的，那连大字啊也不识几個。她最擅长的那就是餵豬和餵雞。你還真把我們當傻子啊？讓你用胶水隨便蒙一下，你骗过去了吧？秦香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大姐，这修复文物啊，可是很高深的，不是你随便在街边找个师傅就可以学会的。这损害一级文物可是重罪啊！我明白了，原来端木大师是你故意找来的。什么端木大师？我怎么从来没听过呀？大姐，你不能因为你做错了事就随便攀咬人呢。秦远洲，我一直把你当弟弟，竟然这么害我！够了！爸，你听我解释。不用解释，太让我失望了。秦小姐，请問您關於今天修復文物造假一事有什麼要說的嗎？關於您從豬圈被找回的事情是真的嗎？作為古董世家的繼承人，您不覺得羞愧嗎？什麼繼承人啊？秦家要是落到這種人手裡，怕是用不了2年就要被踢出古董界了。你說秦老也是的，放着高學歷的兒子不用，偏偏搞什麼競爭繼承人的把戲，這相好有人就打擾了吧？唉，早就說過，女人頭髮長見識短。看來就連秦家這樣的世家，也不能免俗啊！秦家啊，賈家啊，你千不該萬不該跟我搶親，如今被萬人唾棄，就是你的下。老爺，這事已至此，您還不宣布秦是下一任的繼承人嗎？是啊，爸，您剛剛當着那麼多人的面說，誰要是把這琉璃盞修復完好，誰就是下一任的繼承人呢？就是，這琉璃盞已經碎成這樣了，除了我爸，沒人能修復。是啊，秦老，這毀壞國家一級文物可是重罪，您趕緊讓秦少爺把這琉璃盞修好吧。如今這琉璃盞只有秦少爺能修，若再耽擱下去，遭殃的是整個秦家啊！讓秦少爺繼承秦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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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讓秦少爺繼承秦氏。爸，您還不宣布繼承人嗎？這多耽擱1秒，全家進監獄的風險可就多了1分呢。你敢威脅？哎，這父子之間的事怎麼能叫危險呢？這是一封秦家財產繼承的合同，繼承人呢只有我自己。若是您簽了，那自然是皆大歡喜；但若是您不簽，秦家就一起完蛋。好，我簽。签。誰說我媽說了？我媽沒有說。小兔崽子，知道現在是什麼場合嗎？輪得到你一個小孩子插話？識相的，你就趕緊滾下去！遠州上任還能賞你們母子一口飯吃，不然你別怪我們不客氣。該滾不是我們，你們。真是不見棺材不掉淚啊！咱們死到臨頭了還在這嘴。如今秦家因為秦香那個廢物倒了大霉，我是來拯救你，懂嗎？秦遠洲，你想幹什麼？這個時候了還演母子情深啊！我告訴你，要死自己死啊！別拉着我們剛墊背。你怎麼那麼不正？我媽沒有修好琉璃盞呢。這才是我媽修好的琉璃盞。這成色看着確實比台上的透亮，說不定就是真的。不可能，這一定是假的。知道秦香修不好琉璃盞，你拿個假的來幫他脫罪。那是因為我早就知道，
着前眼咒又想搞破坏，这才把真的藏了起来。抬上去，下台。太好了，张默老师教的办法果然有用，琉璃盏修好了。我就说了，秦然老妈是最棒的。她来这里做什么？看来事情没那么简单。不可能，根本不可能！秦商根本不可能学会修复琉璃盏，端木教给你的不过是将琉璃盏暂时的聚合在一起，一碰就会四分五裂。今天在场的修复专家应该有很多，大家可以自行上前查验。这个确实是真的琉璃盏，没错，纹路、成色，真品无疑。绝对不可能！如果你还是不相信，那可以用你自己的鉴宝仪器，这个你不会担心我动手脚了吧？此物为战国琉璃双盏，无修复痕迹。因破爷爷签字，故意损坏文物之余，才应该进监狱。死不行！这人是你伙同那个灾星陷害我的，对不对？是你自己作茧自缚，怪不了。爸，是小妍说这件事情有蹊跷，于是我们提前把真正的琉璃盏藏了起来，为的就是要看齐远征他到底想干什么。没想到他竟然如此丧心病狂，随随便便。这事情终于过去了，好孩子，做这秦氏的继承人，你当之无愧呀！我宣布，我秦氏的下一届继承人就是我的长女秦香。杀了你！现以恶意损害国家文物罪，将你逮捕。秦岩，这个灾星！秦商，你这个贱人！我不服，我不服！小妍，今天多亏你了。医生，我孙子到底得的什么病啊？查不出病因的，目前判断是身体机能迅速下降导致的昏迷。他现在太虚弱了，身体机能下降，太虚弱了。都怪这破圈子，不让我打个响指，琉璃盏真修好了。可如今我的法术只能保持着琉璃盏1刻钟的完整形态，法术用久了，好的疼。原来琉璃盏能一直保持完好，竟然是他靠法术一直在支撑着。小妍，妈妈什么都不要了，妈妈只要你醒过来。好爱我呀！乖孙，你只要能醒过来，你想要什么，爷爷我都答应。这是天尊，人回来了。不能在这，我操，我放下，我去找娘了。你已历劫完毕，封印解除，无需再下凡间。小爷管你解除不解除，说了，就要去找娘。何须下凡？娘，娘。